Hello，大家好，这里是 JYY 线上课。那接下来呢，我们下一款呢是一个烫发的结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从刘海开始。那下一个呢是卷发的修剪版本，类似于像这种卷发，这种卷发，卷发。首先呢，卷发的修剪结构呢跟直发的不一样呢。首先从刘海分区就不一样。那到了卷发之后呢，它的分区来了就会，刘海的分区就不一样了。分得更高了，分得更宽了，以及呢，修剪的形状也不一样了。卷发的刘海的修剪的形状呢是走这种外弧形，上一款直发呢修剪呢是走内弧，往外走，分区变得更高，分区变得更宽，修剪的形状呢变成了外弧。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修剪这个卷发的效果。注意看分区，看一下你的客人，看一下 CC 的头型，它的分区会来的比上一款来说会更高更宽。会分到这个宽度，这个宽度为什么会分到这个宽度呢？其实想要的很简单，就希望剪完之后呢，这片刘海在镜头里面一定要呈现出一个面的弧度。这个面的弧度呢，指的呢是3个地方去呈现，一个地方是正面要有弧度，一个地方呢是侧面要有弧度，一个地方呢是正侧之间呢有个转角。一句话说白了，这个刘海烫发刘海想拍照好看，一定这个发片。就是你刘海分区的发片，一定要概括这3个面都能够呈现出一个面的弧度。如果你分区分的比较少，然后你去剪它，做好的形体之后呢，你会发现正面有弧度了，转角位也有弧度，但是到了侧面之后呢，它就会有点脱节断层了，就会呈现出凹凸面了。有凹凸面的头发呢，不是我们的追求。10万块钱的头发呢，一定是没有凹凸面的，正面、侧面、转角位都需要呈现出一个面的弧度。这样去看。前面有弧度，转角有弧度，侧面也可以跟后面头发能够衔接得上啊，这个叫一个面的弧度。这是烫发的刘海的分区。另外的一边分区跟现在的卷发跟直发的区别就是分得更宽了。OK， 接下来呢，再看它的修剪形状。修剪形状，只要你需要你的头发纹理流线向后走，那你就修剪出外弧。我们现在剪的是一个烫发的版本，修剪的方式呢是头发的原位提拉，夹住发干，竖着往后走。剪刀在空中去刻画出这样的一个形状，这种形状，这形状是我们理解的外弧形。外弧形的好处呢，就是烫发跟造型之后，它的纹理流向更容易往后走。剪完一个形状了之后呢，回来去检查一下你的刀口，相反方向回来检查刀口，尽可能让刀口不要看起来很齐很钝的视觉，一定是柔和细腻的视觉。再抬起来，相反的方向。微微的去下角，这个是烫发的刘海，水平净梳，头发它是往这里掉的，原位提拉去剪，不要平行划分线去剪。平行划分线剪完之后，头发自然垂落的状态跟你平行划分线是不一样的，它是这样掉落的，那你就还原它的自然流向，往外梳，往外带，剪刀在空中剪的时候呢，手往这边带。剪刀在空中呢，剪这个形状，梳回来，剪这个形状。注意看，这个叫外弧形的切口形状。相反的方向，你看，相反的方向，带高角度，把这个尖角把它点掉。这个是烫发的结果，我们就完成了。然后再顺势把它吹一点点造型，看看。这是烫发的这种视觉，烫发的刘海。先把发根稍微吹蓬一点点。再从水平变成垂直，再吹一点点弧度。吹发尾的时候呢，少点加热，这种烫发刘海完成。剩下要做的呢是简单的去一点点量，它的发量呢去的不会很多，因为它的发量本来就比较少嘛。带到相反的方向，我们这边带，剪刀进去。最短的地方，虚化掉一点刀口，这边的发量貌似会更少，就基本上做个样子就可以了。
这刘海就完成。刘海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开始修剪脸部边缘层次。卷发的边层次呢，跟直发它是不一样的，耳前耳后分开，耳前耳后分开，整个发片呢往前带。发量越多的人呢，越会往前带，可以带到鼻尖去修剪。发量不多的人呢，就不需要带到鼻尖了。剪边层次呢，我会有3个靠片，第一个靠片呢是带到前面鼻尖，第二个靠片呢是带到转角位，就正面跟侧面的交错处。第3个角度呢是绕过肩膀，手能夹得住就可以修剪了。那这个靠片呢，基本上是在这里鬓角。发量越多，靠片越往前靠；它的发量不多，我就不需要往前靠，我只需要靠到这里就可以了。这里是什么地方？转角位。卷发的边层次的高度只需要剪到1/3处就可以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找到你的发际线到底线10厘米，剪到它3厘米就可以了。1/3，一份、2份、3份，1/3处以下。靠片在转角1/3处以下。量感这么少，只能适合剪这个外弧，剪这个形状，外弧形就可以了。好，还是耳前的头发。这片头发呢，靠片呢就不需要看到它的转角了，只需要这个发片绕过肩膀，绕过了肩膀，手能夹得住，找到你第1刀的刀口切口，继续再往后去延伸，剪外弧形就可以了。那这个就是烫发的脸部边层次，比起直发呢，它把角挖走的更多。整个靠片靠到转角位，梳好发片，找到你1/3处，下刀剪这个刀口，剪外弧形的刀口。头发往下掉，绕过客人的肩膀，你的鬓角的靠片，找到你的第1刀的落刀的地方，切口再往下延伸。这个就是烫发的边层次。检查一下刀口，剪外弧的外弧形，再点点油和虚化。OK， 那这个呢就是烫发的边层次，我们就完成了，就开始修剪它的整个层次结构。接下来这一款呢是10万可品牌用的最多的一个烫发的结构。修剪的方式呢是整个头分了6个发片，左边3个发片，右边3个发片。分区的高度先看头顶，这种烫发的结构，分区的高度呢，找到你的刘海最高点。那你刘海刚才的分区分到这里，那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从刘海最高点到你的后头部，这里到后头部，把它均匀的分成3个发片，1份、2份、3份第1份能分的在这里然后第1份的划分呢是圆弧斜向后，后到什么样的地方呢？后到它的耳朵1/2处这个就是第1片。为什么要分圆弧形斜向后呢？就希望剪完之后呢，纹理留下呢，可以跟随划分线往后走这种长发去烫发的话，烫内扣不太适合的，一定是烫外翻的。希望烫外翻，剪完头发一定是希望它往后走的，纹理流向向后走。所以这时候呢，我的划分线就会圆弧斜向后去修剪。好，接下来准备开始。剪这里的时候，它会有提拉几个角度不同的变化。这个的变化呢，跟什么有关系呢？跟你的客人耳前点的发量有关系。耳前点看看 U 字区以上的发量是多少，还有 U 字区以下的发量是多少。底下呢，有的人呢长发突然间改了长度之后呢，头发往前放，这里会特别的死板、特别方、特别厚。那这种情况下呢，就证明耳前 U 字区以下发量多了。那这时候呢，我就会提拉的角度水平提拉去修剪。碰到耳前点 U 字区下发量多，我会提拉到水平的状态去修剪。把这里头发呢，把这个上角去掉，点成由圆弧堆积。另外一种情况呢是整个客人耳前点的发量 U 字区以下发量是特别少的。碰到这里特别少的头发呢，你要做的呢就尽可能要保留这里的头发。要保留怎么保留呢？这时候你的角度就要提拉高，提拉高角度，修剪的时候呢就可以保留你 U 字区以下的这个重量。也就是说，剪这里的层次的时候呢，有2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是碰到你的客人定完长度之后往前放，底线特别死板、特别方的，那你就要提拉到水平，拿走 U 字区以下的头发的重量，要把这里拿走一部分。那第2种情况呢，就是你的客人耳前点的发量特别少的，不多，定完长度往前放本来就有点薄我们就不可以拿走这里的头发了。我们能做的就是把头发提拉高角度。保留 U 字区以下的头发，只能剪这里的头发。
这里的头发也就是你的 U 字区的头发啊，你要注意这两种情况下，好不好？你看一下这个 CC 的头发，而且你的发量其实并不多的啊，你又想剪层次，配合你烫发，那我的理解呢，我就会剪 U 字区以上的头发。这个时候呢，除了你要知道你要剪什么地方的头发 ，U 字区以上还是以下头发之后呢，你还得知道你的靠片。这个头发我希望剪完之后呢，一定是前面短后面长。如果你希望剪完前短后长，那你的靠片就需要往前带，就可以完成剪完之后剪前短后长的效果。往前带到什么地方呢？如果是全部都往前垂直前面去剪啊，如果是这个状态去剪的话呢，剪完之后呢，一定会破坏到你的边缘层次的，一定会导致你的边层次会变得特别碎，甚至会断层。那怎么办呢？那我的理解呢，靠片只需要靠到这里就可以了。这里是什么地方呢？脸基线，靠片往前脸基线，耳前发量少了带到转角位，剪 U 字区的头发。啊，这里你需要做的是把这里三角堆积变成圆形堆积就可以了。圆形堆积，剪完上长下短，既有层次又可以保留耳前脸的发量。继续，再剪就是头顶的头发，头顶头发一样的，靠片往前脸基线。头顶的头发呢，你要剪的形状呢是变成了去除的形状。看到没有？头顶要表达层次，就要剪去除的刀口。这个耳前点我是提高了一个角度，但是呢，剪了2个刀口。U 字区以下剪的是堆积的形状 ，U 字区以上呢剪的是一个去除的形状。第一片的层次我们就剪完了，既有层次，剪完之后呢，又可以保留耳前的发量，是我们要做的追求，特别是这种长发。接下来第二片，第一片剪完之后呢，把第一片一分为2，划分到它的耳上点，继续取发片。往后延伸，划分斜向后到客人的颈侧点。颈侧点以前头发靠片都往前走，第二片往前到什么地方呢？往前到客人的这里，这里什么地方？耳上点侧中线，再往前侧中线。注意看了，靠片是往前提拉到转角位的角度，啊，找到你的导线修剪。不管怎么剪 ，U 字区以下剪的都是这个刀口。什么刀口呢？上面长，底下短。剪完之后，刀口是柔和的，拉还是转角位角度不变，只是现在呢剪的刀口不一样了，现在剪的是一个去除型的刀口，修剪圆形去除。U 字区以上剪了去除 ，U 字区以下呢剪了堆积，这样的效果就是既有丰富层次，又可以保留底线的这种质感。颈侧点以前呢都剪完了，接下来是剪颈侧点以后。颈侧点以后的头发呢，就不需要再往前靠片了，只需要原位提拉靠片就可以了。原位提拉，划分到脖子一半。那剪到这一片的时候呢，你要注意的是，有的客人定完长度之后往前放，底线会特别方的，特别死板的，这是一种情况。有的客人定完长度之后呢，发量不多，往前放，底线其实很舒服的。他这种呢，底线已经很舒服了，底线不会特别方、特别厚。我讲一下，如果是底线特别方、特别厚的，那我的角度呢就会降低。剪后面第3片，也就是颈侧点以后的第3片，它跟前面的2片是不一样的，因为颈侧点以前的头发只长到这里，颈侧点以后的头发，你看耳后的头发，你看一下长到这里，后面头发比前面头发多了一半，所以前面跟后面的剪法是不一样的。这里你要做的，如果你的客人定完底线往前放，底线特别死板、特别方，那你的角度就要降低剪。角度越低，越可以减掉你的底线的重量；角度越高，就越能够保留你底下的重量。这个时候你就要看你的发量去决定你要提拉到什么样的角度。我们先演示一下整股须下以很厚的发量吧，那我就原位提拉向下走，我会把这里特别方的底线柔和虚化掉。如果你的底线不是很厚很方的，那直接水平提拉原位，水平提拉原位，把这种三角堆积。锯齿柔合成圆形堆积。注意看这里的靠片跟前面不一样，前面是希望剪完前短后长，这里不需要，这里就需要剪一个圆柱。颈侧点以内头发只需要剪个圆柱就可以了。好，然后最头顶的这一刀不需要拉高角度，微微去上角就可以了。OK， 后面的层次就修剪完成。前面2片呢提拉角度是在转角位，后面角度呢是提拉到水平，
这样做的目的呢，就希望前面剪得短一点，后面放得长一点。如果你后面头发也拉起来高角度，那剪完就前后等长了。这个头发我不要前后等长，我要前短后长。注意了，整个耳后的头发，你只需要剪完一个效果是优质区以上的头发呢是一个去除，优质区以下的头发呢是剪了一个大的堆积就可以了。左边已经剪完了，接下来呢是剪右边。你看圆弧斜向耳后1/2处，因为它耳前的发量其实并不多的，所以我就不再水平提拉剪了，我直接把角度抬起来到转角位。转角位指的是头顶跟两侧的交界的地方，提拉到转角位，然后靠片呢，靠片往脸基线，高角度，把这个三角堆积剪成圆形堆积。剪完之后呢，上长底下短，角度没有变，靠片也不变，只是呢，现在剪的头发呢变成了最表面的头发，也就是优质区以上头发。优质区以上头发呢，你只需要剪这种上短下长圆弧去除就可以了。第二片圆弧斜向后，后到颈侧点，找到第一片剪过头发呢，划分到它的耳上侧中线的地方，靠片往前，颈侧点以前的头发都希望它剪完之后前短后长，那我的靠片就需要往前侧中线，拉到转角位的角度，修剪上短下长的圆形堆积刀口，角度不需要变，靠片不需要变，只是你要变的是切口，切口变成圆形去除，圆形去除，又要有层次，又不能让你的底线看起来特别的碎，特别的薄。第三片呢，就是耳后到脖子一半。怎么理解呢？我是这样理解这个头发的：颈侧点以内的头发，我剪的都是圆柱，原位提拉，剪一个圆柱；颈侧点以前的头发呢，我就剪一个前短后长，前短后长，前短后长往后推。但到了这里耳后的，我就需要圆柱，所以我的靠片呢原位提拉。枕骨须下，如果发量少的，直接提拉到水平，原位提拉到水平的角度。把这种三角堆积变成圆形堆积就可以了。后面的发片最高的角度也是平行头顶，平行头顶剪圆形去除就可以了。不需要再往上提拉。第三片再往上提拉，剪完就前后等长，不需要前后等长。这是一种情况，因为它的枕骨须下发量少，所以你水平提拉去剪一个圆形堆积，优质区以上剪一个圆形去除就可以了。有的客人呢，你剪完之后呢没有这个效果的，就你的客人枕骨须下特别厚的人，剪完之后这里还是很方的，怎么办呢？那你的角度就要降低角度，原位提拉，把这里把它剪成圆形堆积。整个耳后这个发片是不是特别大，很大？那怎么办呢？颈侧点以内的头发呢，怕会剪不干净，那颈侧点以内的头发呢，取一个发片原位提拉，从底上往上去检查，看看会不会有一些刀口没剪干净。如果有，你就把它两边头发衔接上。就是我们品牌烫外翻的时候用的最多的一个发型结构了。这个发型结构烫外翻的结构我们就做完了。就剪完之后，我就要有这种很丰富的层次，你看很丰富的层次。同时呢，我的发也看起来不能够特别尖、特别碎，还有这种完整的外线形状。那这个是我们烫发比较符合当下审美的一种结构，我们就完成了。去亮它头发就没什么亮可以去了，因为上一个直发版本我们已经去过亮了。帮 Cici 做个卷发的造型希望卷度呢可以维持得更久呢。在夹卷之前呢，我会喷一点点这种定型，定型呢最好是软一点。喷完定型之后呢，不着急马上夹卷，把头发表面多余的胶先把它带走。不带走的话呢，等下夹电棒会卡你的电棒，然后夹电棒呢温度会开得比较高，180的温度。开始去做。起卷的时候呢，你要注意的是看一下你的客人的脸型轮廓。如果脸型轮廓是比较好的，那起卷的高度呢就可以高一点，最高可以从他的眼睛到鼻子的高度。如果它中庭是偏宽的，那你起卷的高度呢就要低一点，对到它下颚线。Cici 颜值很高，但是中庭呢，中庭会偏方一点，那你起卷的高度就不要那么高了。发尾先简单打一点点底，一点点弯，
然后再开始从它的咬肌以下、嘴角附近去起这个卷，进去停留个2-3秒，再往下滑，再往上卷。好，夹完卷呢，打散看看你的卷度。接下来第二个卷，第二个卷呢是耳后到颈侧点的头发，这个卷呢一样的，发尾呢打下底。然后呢，第二个卷，第二个发片呢起卷的时候呢，起卷的高度要比你第一个卷要低一点，低半个卷，进去停留个2-3秒，往下滑走，再往上卷。第三个发片枕骨区以下的头发，这个卷起卷的高度就可以更低了，发尾先打下底。第三个卷呢，你可以夹的跟前面一样，也可以夹平卷向上，或者是收紧向后都可以。起卷的高度你可以取得比较高的。因为平卷向上呢，即使你取得很高、卷得很高的高度，散下来之后，它起卷的高度也很少。你看，U 字区以上的头发，这个发片，U 字区以上耳前这片，你起卷的高度最好是找到你刘海的落点，能够衔接得上。同样的，发尾先打下底，找到刘海的落点在这里，那你就从刘海的落点开始去起卷，从这里去起这个卷。如果你的客人呢脸型是比较小的，那你整个发片呢就带到侧面去夹就可以了。如果你想修饰你的客人的脸型的话呢，那你的这个发片呢就要往前去走，你看往前放在前面去取这个卷。起卷的高度参考一下你刘海的落点。OK 啊，这个卷呢就很好的跟你的刘海的落点衔接得上，对吧？U字区以上的耳后的卷，起卷呢参考跟前面能够衔接得上，跟你前面的卷可以衔接得上。就可以了，夹卷是非常轻松的事情，发尾打下底，整个右边的这个卷度我们就做好了，左边的方式一样 ，U 字区以上以下分开，先做 U 字区以下耳前的头发，发尾进去打下底，不用夹太久，一点点弯就可以了。下颌线以下咬肌的地方起卷，进去2-3秒，往下滑，再往上卷。好，第二片。耳后到颈侧，起卷的高度要比前面的卷起卷的高度低一点。这片卷到这里，这片再低一点。枕骨以下，先平卷打下底，再平卷向上，或者收紧向后，平卷上去。再来耳前中段起卷，找刘海的落点。U 字区以上耳后，平卷向后走。这个时候呢，我们整个夹卷的手法就完成，很轻松就完成了。卷度呢，我们已经做完了。那接下来呢，比较更重要的是打理头发。关于头发打理拍摄怎么样去做？看这里。那这时候呢，我的理解呢，夹这种卷发呢，打理头发是比较关键的。夹卷呢是大家都能夹的卷的，但是夹卷完之后呢，拍照的美感有没有呈现的出来呢？这时候我觉得是打理头发是比较关键的。这时候第一步，我的反应第一步就是你要把你刚才夹过的卷度要把你刚才夹过的那个卷度全部都破坏掉。你的手要敢进去，你要敢于去做什么呢？敢于去把它打散，全部都打散。手上有造型品，有造型品之后，魅力派的1号、4号都可以。有造型品之后呢，手进去，把所有的头发呢都插上你的造型品。这样有什么用呢？这样可以改善你头发毛躁。他头发本来是毛躁的，打完造型品之后呢，在镜头里面看起来就不毛躁了。先敢于打散，那里面拍照也会拍到了，你要有质感。手进去，表面呢也会看得到。那全部都打散，那敢于打散，打散了之后，开始第二步去做形状，调形状。从头顶开始，手进去，贴着它的皮肤头皮往上走，把头顶拨松散，不要分界太明显。打散了之后呢，开始做刘海，刘海呢要做出一个面的弧度，往后去打理，往下掉。OK， 这边已经完成了。那另外一边，手进去，那抓发根带发尾，让它往前掉。那这时候呢，它刘海一个面的弧度就呈现了。刘海的做好之后，开始做两边手进去，找到你刘海的落点，固定好固定好这个地方凸面，剩下头发呢全部去打散调理散、打理散，这个地方要稍微起来一点点。这个地方是这个凸面的地方，刘海的落点下去就是凸面的地方，这里要起来，凹凸过渡要流畅。头发不能看起来毛躁，手进去，
整理干净。好，凹凸面过渡要流畅，头发往前甩松一点，调散毛躁的地方，手上的造型品去把它整理到不毛躁的地方，不能让卷堆在一块，手指进去，这时候你的手指就会把梳子，把它梳出光泽度，整理好。两边头发太塌了，拨起来一点点，让它松动一点。这种情况下你去拍照，最容易出片。做完这个形状了之后呢，你就开始把这个形状定下来，定型，喷点定型。把形状定好，这个地方也要干净，整理干净。刘海打点在里面，再让它下来，轮廓感就出来了。这里，抖散一点，不让它堆死在一起了。这些卷，刘海定下形。